你知道吗？那我再去帮你看一看吧。从信阳到京都一路撒过来的，啊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的，都不休息吗？他们轮流撒。那得撒多少花啊？车上装得下？这一路上啊，一路薅啊，不知道撸秃了多少座山。他是我亲自赶出京都的，如今大张旗鼓来给我送礼。毕竟，他是郡主的生母嘛。他要是爱屋及乌啊，就不是李云瑞了。哎，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好久不见。陛下命你留在信阳，若无旨意，不可回京。我抗旨，就是偷偷回来的。你现在可以去告我，一告一个准。回京都是想做什么？给你的，别怕，只是我的一份贺礼。与婉儿成亲之后，你就该接手内库了。这是内库的账本，还算有诚意吧？不惜抗旨回京，就为了送这个？成亲那天，我要见见婉儿，她是我的女儿。成亲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没有过那样的生活，但是我希望她有。我也想给她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所以婚礼期间，你我休战。那婚礼之后呢？那还用问？你死我活。就没有想过我不答应？刚刚说了，可以去告我。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你怎么选，我都接着。在京都住几天？看我高兴。住哪儿？反正不是范府。藏得好点儿。该叫我一声娘了吧？慢点看，别对着强光，不着急。没事，看完了。怎么样？内库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，毕竟是曾经的天下第一商铺。有史以来，天下第一商铺都不为过，多少奇思妙想，分铺开遍天下。还有皇室撑腰，
如今看来，这账面上亏损了2000多万两。李云瑞这个生意做的，就该掉脑袋。皇室的脑袋没那么好掉。你听到这个欠款就不惊讶吗？早该想到的，就算没欠，交到我手里也该欠了。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，不光是账本，也是一个坑。就算是坑，也等到成完亲再跳吧。你说的对，婚事天下最大，你娘也盼着这一天呢。这些账册是不是先藏着些？怎么藏呢？人家撒着花送来的，不如大方点。大方点。现在通知8处的人过来抄录，正好，你也用一下你娘留下来的宝贝。抄完之后呢，都给谁看？该看到的都可以用。想救你的人不多，落井下石的人不少。毕竟数目比较大。是2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吗？不，就这只。啊，应该是老花。毕竟2000多万，你就一点都不上心啊？先不管他，成亲了再说。别着急，欠款的事情，陛下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我不着急。其实我这次来啊，也不全是为了这事儿。连环杀人的事儿，王启年和我说了，凶手看清了吗？我猜想着你当天就会来找我。这事儿要能摊开说，您就不会转个弯让王启年跑一趟了。你小子可以做官，是吴主书干的吗？不知道。从江南一直杀到京都，见过他的人都赔了心。那这些天呢？这些天京都平安，凶手好像是销声匿迹了。那就不是他。吴珠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如果再来一次呢？如果他连你也忘记了呢？甚至对你出手，该怎么办？您这老花，我给您想想办法，一定给你解决。如果真是他的话，怎么办？我成亲，您来不来？那是你的家宴，就是家宴才会请您啊。我早就没有家了。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成婚之后再看吧。这是随礼，人不去礼不随，不合适。里边装了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祝你永结同心，100年好合。程佩，母亲大人，别动。今天就让我替你梳妆。你何时回的京？偷偷回的，陛下没旨意？没有旨意。那这是抗旨啊！圣旨什么时候看过娘？抗旨可是重罪。我不在乎。你出嫁，我要是不回来，那才是重罪。母亲大人，我这辈子有一点是认准的。什么？这天上地下，我李云瑞最美。虽然有人眼下看不到我，但也不是我的错。
您说的是谁？那不重要，我那样说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一定要来京都，因为我要亲自替你梳妆。在这人间，如果我允许有另一个人比我更美，那个人必须是你。必须是今天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孤身一人，过得不快乐，如今也无法弥补。只有今天，让我尽一次母亲的责任，让我亲自将你送入到人生的下一程。娘，别哭，现在胭脂刚好。娘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范闲争斗了？看看你，多美！做娘的输给你了。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。您要去哪儿？偷偷的来，自然要偷偷的走。婉儿，我没有过过你这样的日子，我羡慕你。站住！从今往后，把我这个娘从你心里给挖出去。您能来，我很开心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是那个王启年哦，带礼物的，跟我进去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家宴，你们就不用跟着了。都谁到了？那北齐急信，边军800里加急。北齐犯边？不是，无关战事，是北齐那边写给范大人的书信。一封私信，边军800里加急是合适吗？写信的是北齐皇帝。
哦，嗨，恭喜恭喜啊！太子殿下，见过太子。大哥，那什么，这东西都放到里边那院子去。哎，看见新奇的物件不要乱碰，听见没有？我来啊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跟兄弟们来蹭个酒。那个修好了吗？啊，修好了。北齐小皇帝给你写了封信，你快看看。来人。催我更新的什么意思啊？红楼，北齐小皇帝喜欢看。就这？还有点别的消息，殿下自己看吧。天下四大宗师苦荷要收若若当关门弟子，海棠朵朵不就是关门弟子？这上面说了，门没关严，再关一层，这也算理由。四大宗师武艺超群，想法难免异于常人。送到宫中，交由陛下典妥。这就安排。行了，入座吧。哎，你娶了婉儿，咱也算是亲戚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大哥，我不骗你，为了咱兄弟这事儿，我是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这内库亏空这么多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太子为人突出一个慈悲。还有一点啊，我看这北齐对你也是颇为看重，但是咱们这内库亏空再多，那是咱大庆国的事儿，可不能拿别国的钱银来填这窟窿，这是大忌。太子不必多虑，北齐小皇帝就是再喜欢红楼，也不能倒贴2000多万两，哪个世界也没有这么催更的。也对啊，这话说回来，内库亏空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今日范县大婚，不提这些。啊，不提了啊！再提最后一句啊，幸亏那人被禁足了，要是他来了呀，还不够添乱的。当然，二殿下登门贺喜。殿下请。哟，都在呢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二哥不必多礼。啊，没行礼啊。这个范闲大婚，二哥亲自赶来，可见是重情重义之人啊。只是抗旨这事儿，若是陛下怪罪下来，哎，兄弟几个，咱们一起帮二哥担着啊。你是说禁足的事儿啊？啊，请过旨了。请。婉儿大婚，向陛下请了旨，过来凑凑热闹。那是好事儿啊！我还白替二哥担心了。罪过，自罚一杯。哎，我随一个。真是难得呀，世上有这样的兄弟。随礼。多谢。打开看看。我本来准备了这珠宝首饰，可想想这些玩意儿你家不缺，不如直接点，50万两。多了。杯水车薪，这内库亏空2000多万，我都替你发愁。不愧是亲兄弟呀！什么？太子刚刚也替我发愁。嘿嘿，太子仁德我是远远赶不上，咱们还是想想俗人那一套吧。你接手内库也算是百废待兴，买卖还是要做起来的。有这亏空在，买卖可不好做呀。无事，我认识许多商铺世家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们得帮忙。
哦，对，二哥心是好的，但是，嗨，这商人啊，他是无利不起早。你今天拿了他的，明天怎么办呢？个个都来插手内库财权，这还了得呀？不过我就说啊，二哥呀，不像那些商人一样啊，商贾逐利的，他心肯定是好的。太子真是好眼光，可咱们总不能让这内库毁在咱们小范大人身上吧？对呀，自家兄弟怎能坐视不管呢？亲兄弟还能自相残杀呢？怎么着，太子，这钱准备你出了？这2000万两要是我能拿出来，那这事儿可大了。那不等于白说吗？明天后天，如果范兄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我府上坐一坐，办法总是有的嘛。太好了，从此以后啊，这监察院跟内库都归于太子麾下。哎，二哥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我可不敢像二哥一样私下接堂。我这边你也考虑考虑，不用投效，正常买卖各取所需。对，各取所需，后患无穷嘛。总好过卖身求荣啊。哼，又说话了。唉，留一张够了，50万两都够督察院参我7、8回了。大好的日子不想触眉头。哎，太子听说过蜜月吗？是一种甜食吗？不是，意思就是说婚后我得跟网上休息一段时间，不谈公事。太子的心意我领了，这东宫呢，我也就不去了。嗨，哎，这没有人帮，这2000多万的亏空如何收场？良辰美景，不想谈这些。诸位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拜天地，时辰就要到了，不如一起观礼，凑个热闹。良辰已至喽！不应该喜婆牵着吗？这差事是我抢的，重要时刻我要见证。两心一线，永不分离。婉儿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哎，少爷，有什么话啊？咱们拜完堂之后再说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现在说。
婉儿，爹有一句话，一定让我在你大婚的时候告诉你。什么话？他让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宝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嗯，我说完了啊，说完了，好，我说完了，好嘞，大宝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哎，好嘞，来，开始。上世宗庙，下祭后事，依从古礼，成就契约。自今日始，夫妇一体同心，生死不移。新人行礼，一拜天地神庙，此为诸礼之本。拜。二拜父母高堂，以明宗族之礼。等等，姨娘，你坐那儿。万万不可！我不是范家主母，礼法上做不得。礼法不认，我认。来吧，坐。二拜父母高堂，以明宗族之礼，合体同亲。起，夫妻交拜。拜。起，自此夫妻交拜，契约已成。他唱还真不少啊，嘿，跟咱庙会似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范林联姻，家室天成，手书一副，以为祝奠，钦此。婉儿，哎，你出来，啊，别躲床底下了，都听见了。
折？哎，嫂子，哎，哎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这些个封建陋习，回头我揍他一顿。哦。哎呀，这一天呐，我就想着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见见你，我今天还没见过你呢。谁呀？大宝啊，大宝啊，你回去吧。小贤贤，我跟那个小东西不一样，我看完你跟婉儿亲亲以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大宝听话，赶紧回屋。当心你的红果被别人偷走了。对呀，那是爹给我的红果呀！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小东西！这一晚上这么忙的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婉儿，对不起啊，我得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回来我跟你解释。哦。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和苦荷打了一架。我知道，为了我。除了打架，我还问了一些当年的事。我忘了很多事，我想记起来。苦荷怎么说？小姐的事，她不愿提。我娘来自神庙。神庙？啊！苦荷他们当年一路北上，亲眼见到我娘自神庙而出。说，你说会不会你也是出自神庙？神庙？我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我陪你北上，咱们一起找。等找到神庙，没准你就能想起来。去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成亲了。那也不冲突啊。成亲了可以和婉儿一起去。说，刚才拜长辈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是你在，我跟婉儿得一起拜你。你为何不问问我？和苦荷一战之后，我去了哪里？你去了哪儿？我去了南边。当年我和小姐一起去过江南，我想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试着找回遗失的过去。有结果吗？没有。江南死了很多人。我听说了。我没动手。那就不是你啊。那是有人要陷害你。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，第一，考虑谁陷害你能得到好处；第二，要知道你南下的行程；第三，可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我暗中查过死者，出手之人，宗师手段。那就是4大宗师之中有人要陷害你，是不是四不见？杀人者没用真气。宗师手段，没有真气。放眼天下，舍我其谁？可是你说了，你没动手。是，我记得自己没动手。那就足够了。记忆丢失，有第一次，就可能会有第二次。我不能相信自己。范闲，我在。按道理讲，我不该再见你。哪有这种道理？我遗落过去，前世难寻。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你。
若我失控会伤害你，我就会立刻远离，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身边。叔，你不能丢下我。你看清楚，看清楚什么？我看不见。这上面有血吗？没有。如果我记忆扭曲，遗忘过去，现实总该留下痕迹。我看得很仔细，这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血迹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没让它沾水。那就说明不是你。记忆不再可信，现实不再可信，我连自己都不能相信。如今我出现在这里，因为我相信你。说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。好。我该走了。去哪儿？你别又跟我玩失踪了。我暂时不离开京都。那咱们说好了。你成亲了，从今以后有自己的家人。你还需要我吗？我永远需要你啊！没有永远。是，没有永远。但我这一生，你不能缺席。大婚之后，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，去苍山住一段。苍山？那人是谁呀？武周叔，我的长辈。怎么也不进来坐坐？他性格就这么怪。你怎么自己摘了？刚才吓一跳，担心你出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大婚的日子弄得乱糟糟的。咱们再来一次。这样也很好。今晚给你的必须最完美。相信我。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刚才对拜的时候，总觉得差点不完美。为什么？堂上只有我爹和柳姨娘，少了你独有的见证。我爹娘没法来，没事的。可星空一直在啊。你说的话，我都记着。你送我的这片星空，它一直都在。他看过你的孤独，也该看着你幸福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
戒指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自己做的，新婚良人以此为凭，共许余生。这是哪里的说法？我记忆中那个世界。回头，我把我那些记忆都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口袋。对，就无名指。这契约就定了。星空见证，往后余生，再不多行。我喜欢这约定。我竹叔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从儋州到京都，那应该有很多故事吧？我竹叔的故事，我慢慢为你讲。今天不是说故事的时候。那应该做什么？好问题。我家相公常跟我说，若只他一己之力，便算是有3头6臂，在京都也不能立足。他有今日，全仰仗诸位。在这里，我替我家相公多谢大家。给夫人回礼了。王先生，使不得夫人，您叫名字就行，您叫王启年啊。您要高兴的话，您可以叫小年年啊。王先生，我家相公总是提起你，他说王启年知进退，识变通，在京都有您相助，让他受惠颇多。大人这是谦虚了啊。真正让他感慨的却不是这个。他说他脾气怪，性子拗，在京都没有几个朋友，但王启年便是其中一个。你二人不是家主门客，也不是上司属下，而是挚友，亦是知音。王先生，多谢你一直与我相公同行。夫人，我看您客一个得了，我怎么样？我媳妇儿会说话吧？比我家夫人还高出一筹。哎，大人真是好福气啊！大人好福气。医术还那么多差事呢，回去忙吧。啊，但是大人别拘着了，那个内库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赶紧吩咐我们吧。我吩咐什么呀？抄家呀！京都那些个贪官，对不对？手脚都不干净。您说抄谁我们就抄谁，我们得准备一下，真的。胡闹！医处办自己该办的事儿，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己顶着。哦，不许自作主张。不，但我真的，我管管他们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走，回去办账。告退。胡闹！这，大人我可就不自作主张了。这啊，这不许胡来啊！哎，好，不胡来。来，老王，你看看这个，陈院长给的随礼。庆余堂，这是当年叶青梅开创的商号啊！哎，当年那是揽尽天下之财啊！我也听说过，他的产业
成了皇室内库的根基。产业是归了皇家了，可当年那些跟叶青梅一起开创这商号的一些掌柜的，都在京都呢。这庆余堂现在就是他们在办。这庆余堂是个商铺？他们自己啊，不开商铺啊，他们收那些商铺东家的钱，给这些商铺啊做掌柜的。职业经理人可以啊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但是叶青梅死了之后，这些掌柜的和内库还有什么瓜葛呀？陈院长给留的谜题，总得过去看一眼。哟，您还亲自来应门了？这位便是庆余堂的大掌柜啊，这位便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。请。二位这边请。叶青梅。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小姐，少东家回来了。好了，我会陪少东家好好聊的。你们在这儿啊，惊着少东家了啊！告辞。哎，大掌柜，您也请坐吧。啊，对，来。从小姐这儿论起，您是少东家，您在哪有我做的道理呀？啊，叶青梅是我娘。叶青梅是你娘？这位可信吗？不，大掌柜的，咱们可是相识这么多年，咱一直……我只信少东家了。信得过。少东家，其实你刚来京都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还偷偷去街上瞧过您呢。您早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子？小姐亲口说的。他怎么亲口说呀？托梦啊？小姐生前曾经告诉我，您的名字也是他起的。我的名字，范闲。是的。这不对啊！我还没出生呢，他怎么知道我姓范啊？大人，您出不出生，您爹他都姓范，那您当然就姓范了。小姐出事之前曾经说起过，她可能不久人世。如果她能活下来，那你姓什么不好说。如果她过世了，那你一定就叫范闲。如果他过世了，我就一定叫范闲。这还是弄不明白呀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小姐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没过多久，商号就给了皇室。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小姐。具体是怎么过世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来京都这么久，您没想着来见我？少东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些人啊，被盯着呢。陛下亲自下过旨，叶家的旧人，一个都不许离开京都。
皇室忌惮。忌惮你们？忌惮小姐。尽管小姐已经离开人世这么多年了，可他们还是胆战心惊。就连我们这些曾经帮着做买卖的人，也被暗中盯着。我们不敢来找您，怕给您惹麻烦。可是，您到京都以后的种种事迹呢，我们都知道。您当年一直待在他身边做事？小姐信任，让我总管京都商号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人世间再没有如此光彩夺目之人。他是那么的完美，除了经商以外，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精。他知道大海为何有潮汐，知道月亮因何有圆缺。小姐还会写诗。哦，少东家的那首《万里悲秋常作客》，那写的是真好。小姐的诗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。不瞒您说，她专门为我做过一首。说来听听。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射出闪电般的精明，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听到一切可疑的声音。少东家是不是有什么不解啊？天线二字，小姐为我解释过。九霄之雷下到凡世间，银白树挂，恰似玄天之线，一指耳目聪慧，洞察一切。他是这么解释的。当时商号出力，我跟小姐行走天下，曾捉了几个毛贼，小姐因此赠诗给我。这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啊！这诗确有独到之处啊！我算是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大掌柜，这诗不光有词，还有曲子，回头我教您。好。内库的那些亏空，我们早有准备。你们有这么多钱？我们没有钱，京都的商铺有。哪家商铺有？哪家商铺都没有这么多的银子。若是把京都所有的商铺加在一起，就能填上这个窟窿了。所有商铺？我们这些人在京都各家商铺做掌柜，兢兢业业，从不贪钱。这么些年，总算有些口碑。如今京都但凡有名的商铺，用的都是庆余堂的掌柜。这么说吧，如果那些商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们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。你们抓着他们的把柄呢？邵总监，给我们10天时间，一起发力，雷沙成塔，积少成多。我务必让他们凑足这2000万两，作为大婚的贺礼。大人，这可行啊！邵总监放心，咱们催账交给我们，不会影响你的官声。威逼商铺收取钱财，你们怎么收场？不放事儿，大不了不做掌柜了。行商者最重利，弄不好啊，他们会雇凶杀人，到时候你们会有危险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已经活到这把岁数了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如果是我娘，她会这么做吗？刚才听掌柜提起我娘，光芒万丈，话里全是自豪。我想，如果是她，不会这么选。少东家，情势危急。我娘有没有遇到过情势危急的时候？她当年妥协过吗？内库亏空，我自己办。少东家，2000多万两，非一人之能力所为啊！不管多难，我也要试试。做儿子的总不能给老娘丢脸。哎，不过确实有事情要麻烦大掌柜，把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字整理出来，列个名单给我。是。诸位，你们的心意，俺先心领。大掌柜，留步。大人，刚才大掌柜说的那个计策，我是觉得可行的。万一商户们动了杀机，我们可让医处的同僚来保护他们。先把人推下深渊，再拉他上来，性质就变了。少东家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原来我以为小姐走了，那道光灭了。原来光还可以传承。大人，这实在不行啊，我还有些私房银子，我都拿出来给您。你舍得啊？他自然是不舍得，但是您要是不好意思呢，您给我写个欠条，就算您借我的。那算利息吗？还给利息呢？那少算点儿。哎，我怎么还能跟您要利息呢？我行了，老黄，心意我领了，不过真不差这一点。不，大人，我是真想为您解忧啊。少爷，门外来人，说是受叶掌柜嘱托，送来这个就走了。这叶掌柜办事可真够快的。大人，园长，你们是刚从青玉堂回来？您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。院长啊，我7年最近身体有恙啊，这耳朵啊说听不见就听不见了，这眼睛说看不见还就看不见了，说失聪就失聪，说失明就失明。你看，哟，来了，院长，你看不见了。好了，王启年，庆余堂和他的身世，你要多说出半句话来。明白，启年告辞了。明白了。老王，我信得过，你吓唬他干什么？是你在吓唬我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不动用庆余堂，内库的亏空怎么办？庆余堂这件事儿是您的安排。内库亏空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陛下的安排。所以这笔钱宫里不能出，更不能动用户部。陛下留了一手，想利用庆余堂，让你顺利接手内库，这么大的礼，你给回了。可这事儿如果这么办的话，庆余堂那些掌柜就全完了。这事儿要是我娘，不会这么办，所以我也不这么办。志气可嘉，可银子从哪儿来？银子我自有办法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先去度个蜜月。蜜月，陛下啊，听说你要度那个什么月？蜜月，臣是来请假的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苍山。多久？还没想好。越久越好。
请问陛下，这是为何？有件事儿，朕恐怕要变卦了。陛下，我这婚礼与此事无关啊。朕这几天想来想去，觉得内裤的事儿，你还是别接了。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？2000多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字啊！庆余堂你接吗？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？北齐一战，户部的银子都掏空了，现在天下到处是灾，内库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户部的亏空，它还有赈灾安民的作用。所以朕还是觉得这个坑别跳了。范闲呀，放手吧，这不是儿戏，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国事，而且也是陛下的旨意。对，是朕的旨意。那就更不能放了。让臣接手内库也是陛下的旨意，陛下的旨意就是真理，岂能说改就改？否则如何取信于臣，又如何取信于民啊？所以，内库的亏空我来补，天下的灾情我来赈，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。你敢抗旨？臣已接过旨。万一天下的灾民，臣提头来见。这倒严重了，但是你会降为一介布衣。不，下你的大狱。那臣谢陛下洪恩。那臣就领旨告退了。哎，你要不再想想？这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也许来自于苍山。苍山？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。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，随他去吧。苍山有银子？苍山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。怎么个来法？完了，姐，咱们让黑旗给破译了。哥是监察院提司，应该的。是保护咱那儿啊！哎呦，姐，这自打范闲一出现，你看你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？你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女，你是那个写诗看书的，这干嘛呢？小刀拉蛤蟆，这叫青蛙，那不一样吗？小刀拉青蛙，你懂什么？这叫解剖。姐，咱非得在车上剖吗？车上练，手才稳。那你这练好了有什么用啊？哥教的，说学医都要练这个。你学的兽医？不会说也辅助。不过，姐，你说这哥也真是的，他跟嫂子出来，这叫什么度蜜月呀？那带咱俩干啥呀？
想知道啊？想知道，自己去问呀。你不会说也别说。行了，走吧。去。嫂子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这次从北齐回来，那是悄悄回来的。他这么一嚷嚷，这不全天下都知道了，我都暴露了。你从北齐回来瞒谁能瞒得过检察院？这都自己人，别瞎操心了。他现在都一手遮天了。别闹，跟你聊正事呢。您说吧。知道这会儿为什么让你上车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嫂子担心我呀。我先下去啊。哎，你嫂子老在那儿操心内裤亏空的事儿，我得让她安心吧？怎么让她安心呢？就得找你帮忙。别拿我说事儿。你确实是担心啊。成亲那会儿，你不是老想着筹办拍卖会吗？啊，如今呢，你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。都错过那时机了。当时是为了拍卖那个婚宴名额，你都成完亲了，怎么拍卖啊？到了苍山庄园，你负责安排场地、布置流程。好，在苍山咱们再成一回亲。那不成讹钱了吗？你听他瞎扯，大婚就一次。这是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册，基本全在这上面。你安排人把他们请来苍山。人家凭啥呀？哎，妈，你跟我交一10几啊，你是不是打算劫他们呀？那不成山匪了？那咱怎么讹钱呀？不是讹钱，是让他们主动交钱。不是他们疯了，就是你疯了。走着走。四叔，正好，你在商贾之道上有天分，我把我琢磨这道理呢跟你讲一讲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还没说呢。什么道理也卖不来2000万两啊！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，什么是财富？肯定是你疯了。大家好，幸会，我就是范闲。我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什么，所以我事先声明一下，大婚已经结束，今日不收贺礼。当然了，各位最关心的还是内裤的亏空。这我话也说在前面，内裤欠债，无论是于法还是于理，都应该我来还。若是如此，这还叫我们不是白担心了？你仔细想一想，若真是这样，把我们弄这来干什么？就是，再听，各位就又要疑惑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又何必把大家从京都请到这儿来呢？这红尘之中啊，每过一段时间，都会诞生一个超越时代的奇迹。这奇迹有时是人，有时是事，甚至有时可以仅仅是一个观念。观念是什么？观念大概就是个念头，念头。人生在世，若是能亲眼见证奇迹的诞生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？所以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想把这份幸运亲手的传递给各位，让各位都能亲眼见证到奇迹的诞生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等一下，让我叫一下。那位问得好，这奇迹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谁问了？请看，没错，正是库债。库债是什么东西啊？库债？谁的裤带？什么裤带呀？我说的是欠债，还有欠债的债吗？是库债。各位，那么这库债又是何物呢？咱们顾名思义，库是内裤的库，债是欠债的债。这所谓库债，便是内裤欠债。怎么样？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。回来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，这几日费了些力，把第一批库债给印出来了。
这每一份债券都代表着内库的一份欠债，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，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。当然了，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，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。咱们就挑最重点说，拥有了它，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库的欠债。什么是拥有欠债？就拿这张来说吧，这张是5000两，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，买得了内库的债主之位。表面上你是替内库还了5000两的亏空，实际上将来内库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这债券可以交易，可以流通，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。这谁不明白？这还是比我们拿钱补亏空吗？没错，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了。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怎么个竞价呀？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，人家出6000两，这债权就归了人家。够狠的，不止2000万。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？自愿购买，先到先得，售完为止。还自愿，傻子才买。就是。各位可能还要问了，那我花钱买了债券，补上了内库的债务，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要想回答这个，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，手段高超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财富？这个就是财富。哦，财富就是银子？自然金银都算。不对，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，而非财富自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大概1两，差不多。能换多少米啊？2担左右吧。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，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呐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在我庆国，1两银子大约能换2担精米，这便是衡量的标准。小范大人，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大人威震北齐，自然是少年英雄啊，是吧？在北齐那边，1两银子只能换1担精米。你看，同样是1两银子，在北齐和在我庆国，价值就不同。北齐与我大庆交战，大败亏输，米价自然会涨啊。没错，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你们身在北齐，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？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，并无此忧啊。答对了，我大庆国运昌隆，长久治安，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。所以啊，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，更是与国运、国力息息相关。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？那自然是国运昌隆，军民臣贤。那就对了，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。由此可见，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。各位，不妨放眼未来，若你们持有库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远投资，稳赚不赔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个，好啊！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！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小范大人一番话，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啊！对。哎，各位，这小范大人是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国之重臣呐，既在监察院，又掌管内库，啊，人家都开口了，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？哎，小范大人，您那个什么库债，我出2万两，
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哎呀，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尽心竭力，做了这么多，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大人，我买500两，现在就买。那我们大家都买啊！那我就300两。群情激昂啊！小范大人，什么欠不欠债的，我们这样这都不用还，是吧？我买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怎么想的呀？你们是不是没太听懂啊？我懂了，国运系于大人一身，支持大人，责无旁贷。大人，您是没懂我呀，我捐5000两。看来是真没懂啊。换人，下半场。只换他了，这事儿诸位，饭菜都还可口啊。有什么不爱吃的，您跟我说，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颠排一样。这谁呀？好像是范死者。他不是犯错了，不在京都吗？找死吧你！哦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行，放这儿就行，下去吧。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本人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。听说今天这边啊，商贾云集，来了很多大前辈。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，刚刚这一席话呀，真是醍醐灌顶，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说的实在太好了。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，他这是怎么长的，里头装的是什么，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？他这么一番话呀，他讲财富啊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，而是国力，是国运，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我觉得呀，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，研究研究，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，已经非常感动了啊！还可以再震一点，再感动一点。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，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。你请说。那我就问了，这内库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？自然是皇家的产业。皇家的产业，那内库的钱是谁的钱？那便是皇家的钱。那内库的债务，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。说得太好了。那您各位想一想啊，如果您各位把这库债买到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？咱往好听了说，谁买了库债，谁就是为圣上分忧。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别出去传去啊。那您各位买了库债，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？是不是？还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，买了库债，出去再做生意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同样的买卖，他是找您还是找那个没有买库债的人啊？所以这库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。有点道理。要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阁下所言极是，库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，所谓人存证据，小范大人这般风采，谁不敬仰啊？您说人存证据？人存证据，人亡政息。各位是怕，如果我倒了，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。还请小范大人解惑。
别问我，问他，后半场全看他的。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。人存正举啊，人亡正息，什么意思呀？人要是没了，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，那各位扔进去的钱，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。这句说的对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你们请看。想必大家伙也知道，是吧？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，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4个大字送到了府上。我就问一句：京都这么多家名门，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，皇上亲自手书送了1块匾？有吗？没有，小范大人独一份，独一份。我再问问，这4个大字怎么念呀？百年好合。什么叫百年呀？100年，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百年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，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吧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来人呐，把匾请回府上。多谢诸位。诸位，该说的、想说的，我们俩都说完了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想赶回京都，怕是有些晚。各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苍山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城。关于库债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，售完为止，全凭自愿。